记得一开始玩成品的时候，想买古铁的玩具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做的最好的不过是 S2 超合金了。结果没想到当年期望的国产厂商卷起来的愿望竟然成真了。这次的 CCS 一如既往的超大箱子，感觉再这么出下去啊，不是买不买得起玩具的问题了，家里根本就放不下了呀。CCS 最近也是风波不断，但是作为一个玩家来说呢，预定砍单，那预定的意义是什么？本来就是小众的圈子，要是上下游为了点蝇头小利都在投几刀吧，那就等着玩玩吧。说回玩具啊，本体也是 CCS 的老风格了，零件都先拆开放，毕竟他家的玩具真的是又大又重，零件又比较细致，全部装一起的话有可能运损，所以别看东西很多啊，其实全都是本体。那这里就赶紧先来组装一下。话说我本来是想做和铁技巧古铁的对比评测的，但想了一想，一是我之前就出过铁技巧的评测，二是我实际把玩了一番之后，我实在是只能说没有比的必要了。那除了没有附属那把狮子王的太刀外， CCS 的这台古铁不论哪个方面，甚至包括价格，你就算拿现在已经涨了的现货价1850来说，都要完爆铁技巧。所以如果真的有对铁技巧感兴趣的兄弟，可以戳一戳我之前的视频看一下。那 CCS 的这台是我自己买的呀，厂家也没有给我充值，甚至我曾经私信问过他们能不能提前买评测件，对面根本就不带理我的。但就事论事的说，你看这些装配上去的零件啊，做的真的是太用心了，细节、造型、漆面都是绝对的上乘。厂家的运营虽然一坨稀碎，但做的玩具真的是充满了钢之魂啊。OK， 那么机体编号 PTX003C 初登场于机长 Compact 2的原创主角机，在欧际中它是以亡灵 Mark I Type T 改装而来的 ATX 计划机，代号 Altazen， 德语里古老的铁的意思，想界一般会喊它阿鲁托。设计者玛丽昂博士追求机体在单一方向最大限度的发挥，为实现强化突击的目的，片面的为古铁堆叠了装甲和接近战的武器，导致远程火力贫弱且上下半身的质量失衡。而玛丽昂博士又非常排斥 EOT 外形技术，使得该机非常的难以操作，成了一台特机，而且毫无疑问还是真实系的。本来这种机体在欧 G 的世界观里啊，就该被完全封印，但没想到遇到了南部响界这个外挂。可以说真实系的古铁之所以能打，全靠超级系的驾驶员。可以看到玩具在装甲的方面是还原了极其厚重的装甲以及遍布全身的散热器，一股子肌肉猛男配武器的力量感，而优秀的色差分色和漂亮的漆面又给玩具带来了精致感。整机配备了3个喷射式 PT 推进器，但对于一台武器重量浮动、本体重量就达到85吨的机体来说，只能在500米的距离内实现短距离飞行。在一击的重力下可以飞30米高，50米高度落下可以保证无损害，属于缺焊机，所以响界一般会放弃 Z 轴机动，把推力全部加给 X 轴。再配合上古铁的重量和惯性，超级系的机体一般也很难顶得住。而且单论直线推进的话，古铁也完全不输给新锐机。玩具里为了凸显其推进力，也是给各个喷口的位置增加了这样的联动机构，虽然幅度不大，但是玩的时候又觉得非常的满足，做的真的是很棒很用心。同时说明书上还说了，这个叶片的部位是有联动机构的，用力向下拉就能把3个叶片给转动，但这个未免做的也太紧了一点吧，本来这个动作幅度就很小了，这样硬掰感觉快要把叶片都给掰断了，这个地方我个人建议是不要过度把玩的。另外古铁的后装甲是对实弹防御的，为了保证正面的突击能力，古铁还在正面额外配置了光束武器防护罩，但设定上并没有明确这玩意儿具体装到哪儿了。而古铁设计最奇怪的地方就是把所有的武装都装在上半身，而且还都是实弹。首先就是这硕大的双肩了，这个标志性的肩部内装的是 M180A3 近距离指向性炸裂弹，玩具这里也是非常有情怀的给了一个按压式的打开机构啊，一起按的话感觉非常的帅啊。不过内部这个弹舱门没有联动，还是得手动打开的，不过无妨，已经非常的帅了。还没完呢，可不是单纯的有机关和内购而已，打开弹舱发射的特效键也给你附属了，并且是完全涂装的，细节非常的给力。这个弹头不是散弹枪用的那种金属球，是打到对面身上会爆开的钛合金炸裂弹，近距离释放的话甚至可能会误伤到自己。残弹一共4组，有效射程2000米，实际则是800米是最有效的。游戏里这个玩意儿也是格斗武器，毕竟真的炸裂了，回弹的弹片对于古铁的装甲来说也是挠痒痒，简直就是只有古铁能用的武装。接着是古铁唯一的中距离武器，左手的臂载3连式12厘米口径火神炮，玩具这里还给了散热细节的展开。该机关炮配备了15匣残弹，有效射程4000米，可以对中距离目标进行压制。响界说自己不擅长打枪，但 Cut In 里用这玩意儿的时候都是全命中。那接着就是古铁最标志性的左轮打桩机了，玩具这里不仅还原了左轮的换弹的机构，甚至是打桩机的激发机构也给你弄了出来。按动顶上的开关，钢钉就会打出去，左轮自然也是能拉出来的，把侧面的机关向后拉，就能把左轮的部分给推出来了。
玩具里当然也是给了6枚可以放进去的金属弹壳，并且放进去后直接转过来是不会滑出去的，要按动左轮前端的桩把这些弹壳推出来，这就太细了吧我的哥！就这个机构我感觉我都能放在手上一直盘着玩，买古铁送 EDC 玩具了属于是。这把左轮打桩机也过于出名了，没有太多能介绍的，最大的争议点是这个弹壳里填充的是光束还是火药，但都无所谓，帅就完事了。而打桩机的撞钉上也给了特效键，一个大的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小的冲击特效不仅能够像这样扣在大的前面，玩具里还多给了一个撞钉的尖端，这样插在小的上面，再配合上蓝钉胶，就能模仿出贯穿的特效了。不过我手头也实在是没有跟它体型相符的适合被它贯穿的机体，摆着帅气的突进 pose 意思一下吧，这个体型的 pose 摆起来是真的太帅了。最后这个头部的尖角弄这么长啊，当然也不是为了模仿夏亚啦，这也是古铁的武器之一，通过电磁力加热就能变成类似扎古热能斧一样的头刀，不仅在突击冲撞的时候能作为撞角，也能作为刀来砍断对方的装甲，属于是出其不意的武装。如此细的地方 CCS 自然也是不会放过的，必须要给你安排上特效键，于是这里通过插拔替换就能换成这个流刃若火了。另外这个天灵盖能拔下来也可不是为了好玩而已，把玩具里附带的电池装进去就能打开头部的发光机构了。亮灯有2个模式，一种是单纯的眼睛亮，另一种是连上头上的脚一起亮，但我这个就不知道是因为送的电池没电了还是怎么样啊，这个灯光真的是极其的微弱啊，关键是它的电池型号又和我手上的那些都不一样，根本就没有办法换了测试，有的时候真的是拜托各位厂家了，这个纽扣电池就不能统一一下型号吗？所以这个发光机构对我来说真的是可有可无，还不如我直接 P 一个上去呢，这不就很帅了吗？说到发光机构啊，其实这里还有隐藏的细节，我看说明书上好像都没有提到，就是古铁身上的这些警示标记，如果你用紫外光打上去是可以发光的夜光遗印哦，甚至是一些透明键也有淡淡的荧光效果。我这个电筒还是当时为了拍千纸链维尔吉斯买的，这么一对比的话，千大爷把荧光当成发光点卖就很好笑了。可动方面，刚刚展示武装的时候，各位也能看到 pose 能摆得非常带劲， CCS 的这次可动性也是做得非常优秀的，下面就来详细的看一看。首先脖子是一个隐藏的双段关节，可以向前做一段拉出延伸，使得低头范围能接近45度，很不错，抬头也能超过30度，这个也是完全够用了。头上的角虽然很长啊，但是左右依然能做到30度左右的摆头。脖子根部虽然是球关，但是也是因为脚和肩胛的干涉，左右转头大概就是接近90度左右的样子。肩胛太大了，很难看到内部的关节，我们先把它拿掉，然后就能看到这个肩胛的连接处做了一段 Z 字关节折叠避让，这里我建议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抬上去。另外肩胛还做了一个从隐藏在胸腔内的拉伸关节，而且这个关节还给了一段 Z 轴的上下转动角度，但是这里的关节做的真的是太紧了，不好用。那这里同样也承载了蝴蝶肩摆动，前后大概30度的样子，但这里又调得比较的松，同时360度的垂直大风车也是在这里，手感不错，没有问题。手臂平台正常情况下是70度左右，那想要达到90度就必须依靠刚刚拉出的关节了，这样加一起的话大概能略微超过90度。大臂根部依然设置了360度的平转关节，小臂的地方是个直桩，也能做360度旋转，不过大臂这个地方也是啊，真的是调得太紧太难用了呀。最后曲肘理论上是能到150甚至180的双段关节，不过这个肩胛实在是太大了，转到120度的时候手就已经贴在肩胛上面了。最后腕部是一个30度可动的球关连接，而这次的手掌配备了一个全无指可动手，且每个指头都是3关节的，不知道是不是逆向工程了千大爷的红莲罗岩啊，看起来还是挺像的，但是很好用啊。接着是胸腰，采用了和 MBC 的系列高达相似的可动设计，通过胸部和腰部的联动内缩，达到俯仰超过30度接近45度的超大范围，而且动起来的这个效果真的是赏心悦目啊，并且翻到后背也可以看到几乎是没有穿帮效果的，也做了时下最流行的脊椎骨一样的背部细节，腰部的左右侧摆也有接近30度的幅度，不过这里的关节是有点太松了呀，本来上半身就有点重了，一受力就容易往两边倒。转腰原本是可以360度的，但由于后裙甲的隆起喷口干涉，只能左右90度不到了。前裙甲可以任意的上抬，侧裙甲上抬幅度有限，但能往两侧后面转动，根部有一个类似强袭自由轨道炮收纳的可动，后裙甲则本来就是向后抬起的，也可以像这样给它压下来一段。大腿的根部没有给下拉的关节，但这并不影响到腿部的可动，前踢甚至能略微的超过90度。后踢虽然会撞到后裙甲，但也能做到接近45度的后踢范围。而侧踢也是毫无干涉的90度打平，阻尼调教也是非常优秀的。大腿根部虽然不能360度平转，但是向外能到45度以上，向内大概是90度。
屈膝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虽然弯曲幅度只有100度左右，但这可是骨铁而且屈膝之后这个造型非常的饱满，整个联动的机构，尤其是小腿肚的内缩设计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CCS 这次可以说是整合了成品里的所有优秀设计了。另外脚踝的前装甲还做了一段联动抬起机构，用心，好看，说的太多了真的。但这个脚我真的很难喜欢啊，除了这段左右平转的关节，这个脚掌的所有可动真是紧得离谱。这个45度的前台真是让我拍的时候掰了一身汗，这个垫脚更是了，找不到着力点，几乎就是掰不动，拼命的用力向后掰才发现这个范围也就15度到20度样子，非常的小。脚尖和前脚掌都有一段上抬，这里相比前后抬脚又有点松，不过好在幅度不大啊，也就30度，不至于不太稳定让骨铁站不住。最后接地倒是很不错，向内接地能有超过45度接近60度的幅度，向外的幅度也差不多如此，关节调教偏紧，但是又不至于太难掰。那整体看下来，我相信各位应该理解我一开始说的了，和铁技巧没有什么可比性了吧？除了关节调教可能还要加把油以外，其他方面真不用多说。另外 CCS 的地台又升级了，这次的金属撑杆可以收纳到背面了，而地台支架也做成了这种带齿轮关节和固定凹槽的可调设计，连接本体的连接件也是一个造型件，这里把本体的造型件先拿下来，通过滑槽就能把连接件给卡上去了。不过这里太紧了，我怕坏掉。况且骨铁的可动和下盘稳到几乎不需要支架，所以这架子对我完全没用。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 CCS 骨铁评测的全部内容，东西真是好东西，非常值得一收，同时也希望厂商能精进运营吧。其实看我评测玩得很开心啊，实际上他们家的东西都重得跟炉铁一样，玩得我真是满身大汗啊。另外还要提醒各位，把玩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到大腿根部和裙甲的干涉，不然你就会收获和我一样的战损骨铁了。反正他们家的东西适合收藏，真不适合把玩，但对于各位充满钢之魂的驾驶员们，我还是很推荐的。OK， 那么就到这里啦，记得点赞投币关注我哦。